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的乐格公司发布新型的海上打击导弹的概念，想用来对付中国有点难。4月3号，美国海军协会举办了1年1度的海空天年会，并且举办了装备展览。老牌军火公司诺斯罗普格罗曼展出了一种全新的海上打击导弹。乐格公司没有公布导弹的细节，但是国外媒体分析认为这个模型的出现反映了美国海军对新型远程高速制导武器的巨大的需求。这款导弹与 AGM-88G 增程型的先进反辐射导弹长得很像，在弹体的两侧有2个明显的边条，这种边条不会增大阻力，但是可以提供更大的升力和机动性，在高速飞行的时候效果特别明显。在弹头的下面还有一个前伸的进气道的唇口，有点像当年的 X-51A 高超声速导弹。所以这一款海上打击导弹很可能具有高超音速飞行的能力。媒体报道说，美国海军刚刚拿到了一种新型空射反舰巡航导弹的开发合同，名字叫做高超音速空射进攻型反水面作战。乐格和雷神公司团队各拿到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海上打击导弹很可能就是这个合同的竞标方案。最近几年美国军火商已经很少研制全新的大型导弹。美国海军下一代主力反舰导弹还是从挪威引进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军事优势明显，对手相对弱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军事科研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大型号的研制周期和成本经常失控，所以乐格公司这次拿出全新的型号来还是很引人注目的。我们还注意到，就在海上打击导弹模型展出1个星期之前，乐格公司宣布与雷神公司合作开发一种远程打击导弹，竞标美国陆军的远程机动火力计划。他们2家拿出来的具体型号叫做纵深打击增程型导弹。雷神公司早期开发过一款叫做纵深打击的短程弹头导弹，曾经参加过美国陆军精确打击导弹的竞标，但是输给了洛马。这一次的纵深打击增程型射程超过1000公里。过去美国受到中导条约的限制，不能开发500到5000公里射程的导弹。特朗普撕毁中导条约以后，放开了美国军火商们的手脚。乐格公司作为美国的头部军火商，同时参加2个主力导弹项目的竞标，说明美国军方正在进行扩军备战，目标就是中国。在未来中美可能对抗的各种场景之下，美军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共性困难，那就是缺乏固定的基地。无论是关岛还是在第一岛链上，美军能够使用的基地的数量都是极其有限的。解放军有能力在战争爆发的第一时间把这些基地全部摧毁。所以美国海军现在转向远程导弹的研制和装备。远程导弹具有一定程度的机动性，如果用战舰或者是核潜艇发射，就不是那么依赖固定的基地。如果导弹能够高速飞行，能够对付各种时间敏感目标，那就有利于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广阔战场上用少量的舰队来应对综合占优的解放军。美国陆军也不想被海军挤到一边去，除了已经定型采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以外，陆军还打算开发远程精确火力导弹。这些导弹的价钱都不便宜，暗鹰单价1枚超过1亿美元。军队的需求就是军火商赚钱的机会，商家没有不喜欢赚钱的，产品越是昂贵，利润就是越高。所以乐格公司迫不及待地参加了2个大型导弹项目的投标，还拉上了曾经是竞争对手的雷神公司。不管美国政府将来有没有决心同中国开战，美军的备战那是一点都不含糊也真是舍得花钱研制这么多先进的导弹，准备用来对付中国，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恐慌一下呢？在我看来是大可不必。在高超声速导弹领域，我们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面，而且美国的军工科研生产体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利益集团从军费里面切走了太多的蛋糕，所以这些导弹到底要花多少钱才能搞出来，将来能够采购多少，这都是未知的。
更主要的是，美军实现目标的时间周期恐怕不会短。这段时间，我们当然也不会睡大觉啊，我们将制造足够多的高超声速导弹来对付美军，欢迎美军来同我们打对攻。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